大家好，我叫段小川。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个北京人啊，但我其实不是那种地道的京爷。对，因为我父母是山西人嘛，但是我很喜欢假装自己是那种地道的京爷，所以每次别人说我听起来不像北京人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：“嘿，要不您再仔细听听呢？”所以一直以来，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算是一个新北京人，还其实是一个真山西人啊。那天就跟朋友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小川，你是更喜欢吃北京菜，还是更喜欢吃山西菜？你更喜欢吃哪儿的菜，你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哪里人的。”我说我都不喜欢吃，我从小呢就只喜欢吃鸡翅。他说：“那你是个新奥尔良人呐。”我这朋友是一个大傻子，而我的父母其实是在考大学那会儿考到了北京，然后就一直扎根到了现在。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和这个传统家庭里父母的分工不太一样。就我妈其实是传统家庭里父亲的那个角色，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和糊口，然后我爸呢就是传统家庭里面儿子的那个角色。对，他主要负责花我妈的钱，吃我妈的饭，时不时再气一气我妈。我们家表面上看上去一家三口啊，实际上担心妈妈带俩娃。每次出门我都说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大哥。我大哥总爱跟我玩一个男生间很爱玩的游戏，叫爸爸。但我妈其实是在国企上班，我爸是老师啊，都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。但是我爸就是会挣的比我妈少很多，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家里两个男的，哇，我跟我爸，一个啃老，一个啃老婆，他们都快退休了。我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啊，30年过去了，我爸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。3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河东，莫欺少年穷。但我爸至死是少年呢。人别的老师教书那是桃李满天下，我爸教书那就是灵活就业，人员满天下。他虽然是教语文的，但这30年他从来没有辅导过我语文。小时候不懂事还挺生气的，你现在想想，这可能也是一种父爱的体现吧。相比我爸在他事业上的躺平跟不努力，我妈这些年真的很努力，也攒了不少钱。去年有一天，我妈就过来跟我说，她说：“儿子，我在北京给你买房了，写的你的名字。”我的反应也是这样，我说妈，哇！当时嗡的一下，脑子里第一反应，我的天哪，我妈肯定是腐败了呀。你在国企上班，哪来的钱在北京买房呢？啊，咱们国家现在反腐反这么严，哇，怪不得写我名字呢。我说，要不还是写我大哥名字吧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很担心这个房子的来历，我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妈：“我说妈，咱家那房子他买的干净吗？”我妈说啥呢，儿子，我这个找大师算过了，那片地特别干净啊。我说妈，我问的不是家里面的风水，我问的是家里的流水。然后我妈跟我解释，她其实是在2010年那会儿，管银行贷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，前几年涨到700多给卖掉了，才买了这个新房子。我听完以后也大为震惊，我说妈，哇，你当年眼光这么好，怎么看上我爸的呢？我妈说，嗨，投资嘛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呢。所以我很感谢我妈。大家常说父爱如山嘛，但我真的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，母亲才是那座真正的高山。我真的很感谢我妈，让我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我现在甚至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普通孩子哈，现在有了房之后，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的我们北京孩子呀。就讲到这儿吧，有点不好意思了哈，因为爷们儿要脸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邓小川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。上哪儿找的观众？我知道你们都在想，
大鹏来能干什么？一个导演，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，我们想看的是付航，是刘洋、刘仁成。巧了，我的新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，他们都在。我这么说啊，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。想要宣传，我找刘德华、杨幂多好。巧了，他们也在。还有周星驰，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。我很崇拜星爷。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就想邀请他客串。我带着《煎饼侠》的剧本去到了香港，我跟星爷说，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？星爷说，戴鹏，等一下，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，叫《美人鱼》。他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我一想这是要我演呢。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，星爷说，戴鹏，你必须要走了。我说咋了，星爷？是哪儿不满意吗？星爷说，戴鹏，再不走，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。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。我说星爷，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？美人还是鱼？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戴鹏，他陷入了沉默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，他想让我倒。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。煎饼侠也没来客串，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，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，我就来了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单方面宣布，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，爱咋咋地。合作了，星爷合作了。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。选手我都认识，有一次我逛商场，我还遇到大老王了。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，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。我说：“你是大老王吗？我也是个明星。”大老王当时说：“您这个‘也’字啊，让我很高兴。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，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。”我说太好了，那下次有演出的票，记得帮我留2张付航的。付航是真红啊！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，付航、刘洋、刘仁成，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。有人好奇，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？飘不飘我不好说。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，观众们看见演员了，观众们很热情，在那喊刘天王，刘天王。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，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。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，录到今天，2位刘天王。留那头去了。在这里，电影要上映了，我也想跟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。其实最后成片里啊，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。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1点。但作为导演，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。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，时长有限，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，还是剪掉付航的戏呢？刘德华。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。我就知道。开个玩笑啊，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。如果眼神足够好。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，付航，
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，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，付航不干了，说要誓死保卫，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。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，啊，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。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？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付航的最后一个镜头。人物倒是完整了，人无完人嘛。打完以后，我说打得很好，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？付航，差不多得了，大碗饶命！我赶紧安慰他呀，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，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，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，主打一个付航。我可以证明啊，演技非常扛打，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。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，所以呢，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。大老王，在，行，加油，好吧？哎，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，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鹏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水，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，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，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，还有华人嘛，华人，哎对，这自己人，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，啊。但是追的不勤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滞后。咱这边的很多梗啊、流行语啊，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。但是我们也很爱看，很爱看，因为质量都很好，很精彩。怎么说呢？奥利给啊，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。包括单口喜剧综艺，我看的比较晚。这么说吧，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。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，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，或者说国外乱了。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，工作方面啊，在海外被裁员了，就是他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。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，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，我说那我就先走呗，啊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，开头第一句 "It is a hard decision"。我这一看呀，来硬的了。确实是能先走了，是吧？当天就被裁了，当天被裁的。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。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，global company， 哪有那么 global 啊？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，啊，贴一堆外国人，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，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？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 ，We are future maker, we are problem solver。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's only one computer. There's only one.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？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，挺累的，就是要接触各种 HR，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，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，我心里就俩字儿：忽悠。接着忽悠。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，啥公司我也不说了，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，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，非常感觉在跳动
啊，啊，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，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。我说，请问是什么 culture？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。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。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？Humble people。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？要人谦虚，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玩命谦虚，对吧？老板问阿水，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？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？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。编程不会，英语不会。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？我说我可以学，但学不会。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，大家都是工作。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，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，啊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。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段 journey，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， 还是一段 yeah。你说这跟 HR 聊天，你能没有格局吗？是吧？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's your 5-year plan？ 你的5年计划是啥？我回家心想，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。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，挺累的。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，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，能拿捏一切住场面，就是自信，对吧？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，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？我爸拿起酒杯来，行。这老妹儿，你把酒杯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酒杯里呢有酒，我喝了，你随意啊。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，咱哪天咱能安排啊？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？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。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，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，谁还敢小瞧我？那 HR 拿起简历来 ，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我说切。那 HR 老妹儿，你把我简历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，我写了，你看不看？你随意是吧？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好使，咱哪天咱安排，是吧？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，好使 ，I'm a problem solver。哪天安排？ I'm a future maker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友，真正的真，勇敢的友，谢谢大家。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。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。哦，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，没看见少年？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，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，大家听得懂吗？ 对啊，我这口音很奇怪，连普通话都说不好。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。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。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。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。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，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。
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。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，谢啲牙子又爱又好掉这了爱了。费老师老师生气的跟我说：“真勇，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，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。”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，我是少数民族，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。我告诉大家，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、瑶族、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。那在多民族地区生活，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。你们听听看，苗族人会下鼓神旗，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。我查了半天，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。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？那2020年的春节，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！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。哎，之前就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？”部落，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，叫社区。刚刚改的时候，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。我们说好的，我们会保护好这些物业。还有人更好奇啊，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真有，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，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，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？”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。所以没有文化，只有冲突。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，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。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，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。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着香蕉，这边是香蕉，这边是进口香蕉。就有多边呢？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，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。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，要到我现在的老家，还得再被分配一次。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，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。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，我今天生活在成都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，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。我说妈，更应该注意人事你吧。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。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我担心啥呀？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，被骗过去了，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。”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，他们没能逃出来，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？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，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，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。哎，没事的时候送外卖，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。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，对吧？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，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：“领导，对面的打过来了，他们派了个团，什么团？没有。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边跑边喊，赶紧接，要超时了啊！”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，我发现每次回老家，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，缅北园区有多危险，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？这就是下场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，现在我是边疆少年真勇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。没想到吧？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。我是奔着一轮游来的。
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。我也是没想到啊，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。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。作为一个山东人啊，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，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？在这儿，我辟个谣，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。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。太讽刺了。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，3重备火，口口生香，菜香茶更香，都这么香了，谁还上桌吃剩菜啊？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，只有我家重男轻女。我小时候啊，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，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。我爸打小就给我说，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。我说爸，那你可得看好了啊，哥哥容易塌房啊。我只有2个女儿，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，是不全乎人，就不完整了。离婚的人是半拉人，就是1/2人。我算了一下啊，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？我还存不存在啊？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。我说哦，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。在我老家，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。我小时候的结婚啊，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，我也出点力呀，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。这给我婆婆吓的呀，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，怕不吉利，拦着我啊，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，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，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。我当时心里想哈，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？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？我是辅助啊。我要是真有那本事，他们不应该歧视我，他们应该供着我。给我惹急了，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。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。我就是女王陛下。越想越生气，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，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？我就趁着没人注意，摸了他2把被子。别说啊，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，1胎生了2儿子，我也感到很奇怪。这咋还摸反了呢？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？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，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，让他生10个8个儿子，累死他。嘴上说的硬气，但还是有点心酸的。在我们村啊，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，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，他都没有女人的。就活着我没地位哈，死了还没地方。就我想下去哈，只能蹭男人的。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都羡慕了。
居然有坟墓。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，但我也想生儿子，我就去找偏方了。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，说他的药老龄了，吃上肯定生儿子。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，找到这个大夫，拿了药，刚要走啊，又进来一个患者说：“大夫，你给开点药，俺家兔子拉肚子。”我说什么？我这才知道啊，他是个兽医。就回家的路上啊，我一边翻山，我一边想，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、读过几年书的人，我怎么就翻不过成建的这座大山呢？兽医开的药，我怎么就不能吃？兔子能吃，我就能吃。我狠起来，连兔子都吃。万一好使呢？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。其实这些年哈，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，我心里就偷着乐。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啊，有时候也笑出声。但是在我们村啊，女儿再怎么优秀，还是会受到歧视。哪怕是亲戚之间，她也会攀比。有孙子，她就是王炸。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，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。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。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？你要去移山吗？成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。我堂哥气的哈，噌的一下就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你是啥？”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我说：“我是女王陛下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就大家好，我是朱大强。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，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。其实也不是，我还挺喜欢男的，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，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，就是老头。我太爱了，真的，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。他们，大家回头看，别看老头。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？我爷爷就是，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，高能量老头。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，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：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。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。太厉害了！我就感觉吧，在他眼里面，管他什么杨树、柳树、奇树、偶树，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。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。老当益壮。哎，真的老壮汉，佩服他。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，主要是老头无拘，公园无数。我觉得吧，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，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，发挥一下余热，让他去撞椰子树，对吧？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。撞完以后呢，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，叫做椰树牌椰汁。广告语我也想好了：爷撞树，爷爷的爷爷，爷爷头上的包，从小撞到大。对，广告就很健康。哎，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，越撞越长寿的。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，对吧？头上有个包，手里有个桃，桃怎么来的？他撞出来的，对吧？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，寿命和桃都包有的，包有的。我就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。热天嘛，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，挂在自己的胸口，卷得很复杂，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。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，老梅前锋。
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，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？真的不理解。我说爷，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，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？我爷说不能脱，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？谁会偷啊？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，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。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，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，还得偷偷藏起来，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。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？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？就算真的被偷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我偷过，我爷爷都没发现。哎，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，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，还是织女。你们想对吧？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，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，回不去了。哎，我爷爷啊，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，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！我不理解。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，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，就那种穿衣有肉、脱衣有肉的。好羡慕这个身材，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，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，很有松弛感，也很敢松弛。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，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一识，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。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，每次见一个拍一个，见一个拍一个。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，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，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，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，他还有一点镜头感。因为我拍他的时候，他朝着我努了努嘴，他在那里。好想的肚皮，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！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，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。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叫做《男人不装》，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，叫做《白花花公子》。有点太自由了，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。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？对吧？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。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，他完全不内耗。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，因为他耳朵背，但是嗓门大，耳朵越背嗓门越大，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，相互促进。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，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，别人一骂他，他在那里啊。哎，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，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。我有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，结果看见我爷爷，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。我远远一看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海报，好松弛呀！”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。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，我什么样不行呢？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，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、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。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，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。我们小区也没有海，有海，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，一小块地中海。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。哇，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，打一个动物 ，QQ 企鹅。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，每天在那，我就知道啊 ，QQ 爷爷上线喽，很可爱。哎，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，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，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。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，对吧？每天还撞树撞脑袋包，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，真的，我的神仙爷爷啊，老仙男，活得有点太潇洒了。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，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。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，我自由不受规训，也充满主体性。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，我越撞越死撞。如果有质疑声，我也在那里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强。其实我呀，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西七啊。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。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，我当得太早了，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。真的，那会儿高考动员会，老师问我们，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？同学说清华、北大，我说大理、拉萨。老师很生气，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？我说我能当作家、主持人、民谣歌手、酒吧掌柜、黄金左脸。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，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。
哎，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，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，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、洗涤灵魂，没有净化身心，只有洗涤灵。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。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？我说狼人挺多的。然后那会儿大兵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，叫大兵的小屋。嘿嘿，真有同道中人啊！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。哎呀，不要嘲笑我，好吗？好的。去过的人都知道啊，就那个酒吧，它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。一个大哥站了起来，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。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这时候，一头牦牛走了过来，亲了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，我要见到神明了。啊！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？张飞，这也太装了吧！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下一个就是我。我能讲什么？我才高中毕业。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，模拟考试之后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。这时候，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，敲了敲我的额头。我知道，我要见到家长了。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，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，基本上都是背包客、骑行的和大学生，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，不能接待有钱人。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，没有一个正常人。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，最近开始卖盲盒，买了一个，打开是佛珠。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，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，他头上没毛，但他脸上全是毛，他留络腮胡，我当时乍一看，以为他头长反了。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、很老派的文青，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。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，他说：“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哥，我只考了一个2本。”他说：“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，你只会找工作、等升职、坐公务舱、住希尔顿。”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。光头哥又说：“他说你要记住，你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没去过拉萨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是白活了。”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。都说青春没有售价，硬座直达拉萨，但我没有坐硬座，我走路去。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，还好吧，主要是搭车了。哎呀，走路太累了。我只是喜欢当文青，我又不喜欢运动。我当时年纪小啊，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，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你是流浪歌手，还是地下诗人？”司机说：“我放年假。”
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，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感情受挫，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，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。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。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，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，这是一辆汽车。两个人啊，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，又搭上来一个男孩。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想去西藏？”我当时真的很紧张，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，我说：“啊，我放暑假。”那个男孩说：“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他离滚下去不远了。我之所以想去西藏，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，走了1天1夜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好耳熟啊！”我还没说话，司机也坐不住了。司机说：“这个开头听了7、8遍，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？”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，路程很苦，但真的很美，但真的很苦。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，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，但我要公务舱进藏，我要风光大藏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，现在的我没钱硬花。但很多改变呢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。前2年，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，在西塘那个青年旅社里面，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结婚了，有了小孩，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我能看出来，有些东西没有变，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。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：“乖，摸摸头。”那天晚上，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，聊得很晚。光头哥说要走，我说：“你要去哪里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。”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没有忍住开口问他：“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？”他没说话，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：“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。”谢谢各位。